著名作家李碧华说过一句话：人生也不过70年，除了10年懵懂，10年老弱，只剩下50。那50中又分了昼夜，只剩下25。遇上刮风下雨、生病危难，东奔西跑，还剩下多少日子？余生不长，不要将时间浪费在不值得的事物上。人这辈子取悦谁都不如取悦自己，怎么活都不如为自己而活。所以凡事别将就，只要条件允许，不铺张浪费，让自己舒服点儿，没有错。相反，抠抠搜搜一辈子，很可能到最后心情没了，身体垮了，福气也跑了。无法重来的一生，请好好爱自己，别再过打折的生活，如此才算是不辜负。1. 没苦硬吃，人就有吃不完的苦。企业家林军招过一个员工，小伙子年轻，能力也不错，林军很看好他。可几个月后，他就发现不对劲儿了。起初小伙子很有干劲儿，但不知为什么他越来越懈怠，不仅上班打不起精神，还隔三差五生病请假。经过一番了解，林军才知道全是省钱惹的祸。为了省房租，小伙子住得很偏僻，上下班通勤要4个小时，睡眠严重不足。了解情况后，林军建议他在公司附近租个房，租金单位可以补贴点儿。小伙子一听满口答应，但拿到补贴后却迟迟不搬家，还那么苦哈哈的上下班。林军见他为了蝇头小利不顾工作和生活，就断定这人见识太浅，便果断将其辞退了。一个人只想着省钱，不懂得花钱，结果就是省了小钱，吃了大亏。我老家的二舅妈今年60多岁，是出了名的节俭之人，拿着7、8千的退休金，一日3餐全是馒头咸菜，一件衣服穿10几年，破了褪色了也不舍得扔。更让儿女受不了的是，他生病从来不去医院，总是自己找点药对付一下。一次他突然晕倒，到医院检查后才发现他严重营养不良，还伴有贫血等多种症状。果真是人一旦开始没苦硬吃，就有吃不完的苦。人生苦短，岁月匆匆，每一个不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。与其为了节俭丢了生活，倒不如大大方方善待自己。2. 聪明人不过打折的生活。作家寇世奇也认识一对非常节省的夫妻，衣服鞋子常年舍不得换，不买护肤品，也从不在外面下馆子。每年工资能省下一大半，但两人总感觉活着了无生趣。不到40岁的年纪，他们看起来却像是60岁的老人。寇世奇就很唏嘘，他说，那些你抠下来省下来的东西，其实早就不再属于你了。俭不是目的，生活才是目的。戒掉过度节俭的毛病，学会照顾好身体，取悦自己，享受当下。因为真正聪明的人绝不过打折的生活。我在外企工作时，有位十分有趣的女上司。有一天，我陪她去商店选购圣诞礼物，当我们拎着大包小包坐下喝咖啡时，她问我，新年要到了，不如买点礼物送给家人。我笑着说，我爸妈都很节省，只有不乱花钱，他们才会觉得我将来会幸福。女上司看着我，讲了她自己的经历。她曾经也是一个很抠的人，为了攒钱，过了好几年捉襟见肘的日子。哪怕父母来上海看她，她都舍不得请一家人下馆子吃点好的。后来母亲大病一场，差点没了，她这才意识到时间是不等人的。自那以后，她开始合理规划自己的开销，留足备用金后就尽情享受生活，带家人出去旅游，和朋友吃大餐看电影，逢年过节为大伙儿准备礼物。
日子越过越丰富，内心越来越幸福。不知不觉间，她变得更自信，更有闯劲儿。不仅事业蒸蒸日上，赚到了更多的钱，还谈了男朋友，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她说，我绝不主张挥霍浪费，但你要知道，当你为了将来而省略了生活中应有的快乐时，你的生活就打了9折。如果牺牲了自由与亲情，你的生活就打了7折。如果你放弃了自己的意愿和爱情，那你的生活就打了对折。再富足的生活也经不起打折。是啊，选择敷衍生活，即使条件优越，也无法让你活得畅快。选择享受生活，哪怕条件普通，你也能活出精彩。把困窘丢掉，富足才会来；把吝啬甩掉，福泽才会来。如何取舍，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习惯，还是一个人的觉悟与智慧。3. 无法重来的一生，请好好爱自己。看过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，金融顾问大卫·巴赫帮大家算过一笔账，每天喝一杯咖啡，一杯35元，一年就是1万多块。如果你省下这杯咖啡，一辈子下来就省下来好几十万。大卫·巴赫称这个现象为拿铁效应，以此鼓励人们省钱。然而他的拿铁效应却引来诸多非议。有人说，每天喝一杯咖啡的幸福感不是35元能衡量的。有人说，你懂不懂，对上班族而言，就指望这杯咖啡续命。还有人说，那每天只吃最廉价的食物，岂不是能攒下更多？可这样攒钱的意义是什么呢？一点点犒劳自己的美食，一丢丢安慰自己的花销，可抵岁月漫长，可解心中愁苦，何乐而不为？更何况，允许自己过得好一点，绝非自私，而是对自我深深的爱与接纳。也只有接纳并热爱自己的人，才能在茫茫人海中捡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我认识一个姑娘，在一家房地产公司上班，虽然这里的待遇看似可观，但也着实辛苦。她每天从早忙到黑，持续加班，经常熬夜，一连出差几个月也是常事。有时好不容易休几天假，也不得不接上10几个业务电话，催得她完全没办法彻底放松。但就算如此，她的小日子依然过得十分惬意，因为她舍得为自己花钱。她会去买一件心仪已久的衣服，吃一顿总是嫌贵的晚餐，会时不时买一束鲜花。她大大方方地为自己而活。她每天整装待发，画上最精致的妆容，穿上最相称的套裙，待人接物充满自信。她更舍得投资自己，考职称、学技能、上网课、听线上讲座、买大量的书籍，从不含糊。很认可英国心理治疗师 Marisa Peer 的话，爱自己就是有分寸地照顾自己，既不过分克制，也不过分张扬，既能为自己做长远打算，也不牺牲当下的快乐。做到这一点，你想不幸福都难。天域中有这样一句话，不管什么时候，都要做一个不凑合、不打折、不便宜、不糟糕的人。世事变幻，福祸无常，你如何过好一天，就如何过好一生。你若高贵，一切都便宜；你若便宜，一切都很贵。别太省，别太压抑自己，把日子往精彩丰富了过，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尊重。